网络交友 App 是很多人认识新朋友，甚至是寻找爱情的重要工具。不少人在上面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但也有人很不幸的遇上了交友诈骗，背上了一屁股的债。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Tinder 大骗图》这部纪录片电影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最近 Netflix 刚上架了一部纪录片电影《Tinder 大骗图》，很详尽的记录了一位以色列男子如何利用 Tinder 认识女性，并且透过很奇特的手法经营富家子弟的形象，最后再对那些女生进行爱情诈骗的故事。我们团队很多人看完都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太狂了，原来网络交友的诈骗也可能会是这样进行的。所以虽然今天是情人节哦，有很多人可能正在跟伴侣过节，但无论你已经有伴侣啊还是单身，我们都推荐大家来看一看这支纪录片。那今天我们为了要说明这个奇特的诈骗是如何进行的，一定多少会爆雷，所以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建议可以先看完这支纪录片，再回来看这支影片哦。那么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如果你有在新北市买东西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你有可能有机会抽中 Gogoro。这不是诈骗，也不是网络迷因，而是新北市政府准备的加倍奉还抽奖活动。只要你持有2月15日之前在新北市消费满300元的发票，然后到活动网站登录发票，就可以参加抽奖。奖品除了 Gogoro， 还有 PS5、iPhone 13、iPad、Switch， 但最厉害的是有7人的旗舰款汽车。那如果在活动期间消费满2000元，2月21还会再加码抽出价值369万的保时捷电动车。另外，新北市政府也为学生们特别准备了抽奖活动，从国小到大专院校，只要你是新北市辖内的在校学生，活动期间累积登录发票满2000元，就可以额外再抽200台的 iPad 跟150台的 AirPods。发票登录的期限直到2月17，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登录抽奖吧。故事的一开始是一名叫做塞西莉的女生在分享她的故事。她是一位住在伦敦的挪威人，时常透过交友软体 Tinder 来认识新朋友，寻找另一半。而算一算她使用 Tinder 的时间已经超过7年了。而在交友软体上面，透过使用者的照片，通常都可以多多少少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塞西莉来说，她期待的另一半除了外形要是她的菜之外，还要有许多的共同点，比如说是喜欢体验生活啊，喜欢在沙滩等等。她还说自己的爱情观多多少少有受到迪士尼童话故事的影响，虽然理智上知道不太可能遇到真正的王子，但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有一天，塞西莉在 Tinder 上面看到一位梳着油头、穿着时尚高级的男子塞门列维夫，他的照片呢，而且他也放上了自己的 IG 账号。而在 Simon 的这个 IG 上面充满了欧洲各地旅游啊，然后开商业会议、Party、跑车、私人飞机的照片。塞西莉心想，哇，这个人的生活感觉很有趣，好像很值得认识看看。于是他往右滑了一下，然后就叮，配对成功了。配对成功之后，他马上就收到 Simon 的讯息，他说他明天要离开伦敦，现在正在某个高级饭店，邀请他到饭店的餐厅喝个咖啡聊聊天。而当塞西莉抵达这一座高级饭店之后，看到 Simon 就跟 Tinder 和 IG 上面长得一模一样，不像有些网络交友的账号会用照片骗人。而 Simon 举手投足和气质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们聊到 Simon 是 LLD 钻石集团的执行长，他爸爸是国际知名的钻石大亨，也是集团的创办人。他们也聊到 Simon 的生活，因为公务的关系，常常需要飞来飞去，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他也因为先前离婚的关系，想要重新开始找可以一起过生活的伴侣。而在约会快结束的时候， Simon 跟塞西莉说他其实还想要再多聊聊，所以想要邀请他明天一起搭私人飞机飞一趟保加利亚洽公，再送他回来。而从没有搭过私人飞机的塞西莉一口就答应了他的邀请。而接下来的故事对塞西莉来说呢，就像电影一样梦幻。当他走出饭店之后，一辆劳斯莱斯开到他面前，专车送他回家收拾行李。而隔天他们在机场会合时，他看到了 Simon 整个团队的大阵仗，有好几位司机，有好几位保镖，还有很多机上的服务人员。他们在飞机上面吃的喝的也都非常高级，香槟、鱼子酱、高级寿司等等，都让塞西莉相当的惊喜。而当天晚上他们2人一起过夜， Simon 告诉塞西莉钻石买卖这一行其实很危险，他曾经
心被人陷害，被抓去关过好几个月。而经过了这一晚的深聊呢，塞西莉觉得很惊讶，原来呢外表光鲜亮丽的 Simon 也有自己的烦恼啊，很无助的事情。他感觉自己跟 Simon 有了很深刻的情感连接。而隔天回到伦敦之后，他们两个人还继续保持联系，每天都在 WhatsApp 上面聊天。Simon 不只会说各种甜言蜜语也会报备自己的行踪，像是我刚开完会有点累，要回饭店休息了这种日常的讯息。就像偶像剧一样，Simon 虽然人在国外无法在旁边陪伴塞西莉，但他却常常订购花束或巧克力，指定要送到塞西莉家里给他。而有一次，塞西莉因为工作回到挪威的奥斯陆，Simon 还在半夜特别搭了私人飞机去奥斯陆给他惊喜。而当天，他们两个也决定要正式在一起了。Simon 也说，因为在一起了，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跟塞西莉坦诚。其实现在也有人在追捕他，但他保证一切都会没事，没有人伤得了他们。而隔天 ，Simon 又继续他在欧洲各地飞来飞去的商务旅程。而之后的某一天晚上，事情发生了 ，Simon 传给他几张保镖被打到头破血流正在逃亡的照片，这让塞西莉紧张到整夜睡不着觉。而隔天早上呢 ，Simon 说他的敌人会透过信用卡的刷卡记录知道他的所在位置，所以希望借塞西莉的信用卡来用。而2周后呢，就会还钱。塞西莉想说都已经交往好一阵子了，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男朋友见死不救？于是就借了他刷卡，但很快的信用卡就刷爆了。可是逃亡要用钱，一刻都不能等，所以 Simon 要塞西莉不断的申请信用卡，甚至呢还要他跟银行申请快速贷款，带着现金拿去阿姆斯特丹跟 Simon 会合。但虽然塞西莉说他很担心还不出钱但 Simon 还是再三保证钱一定会到。就在阿姆斯特丹会合那天呢 ，Simon 给了塞西莉一张支票，要他回英国去兑现。但当他回到英国之后，英国的银行却说这张支票有问题，无法兑现，他才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诈骗了，决定要找媒体披露这件事情。而接着第2位女主角登场了，潘尼拉是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独立的人，但还是希望可以有人跟她一起分享生活，所以她也在 Tinder 上面认识新朋友。而有一天，她滑到了 Simon 的 Tinder 页面，看得出来Simon 常常旅行，也很认真工作，所以她觉得好像可以聊聊，于是她又滑了 Simon 的页面，叮，配对成功。而接下来故事呢，也跟前一个有一点点像。Simon 让他知道自己是钻石大亨的儿子，住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也帮潘尼拉付机票钱飞到阿姆斯特丹见面，而 Simon 就在这一天的见面中展现他有趣好聊的一面，以及他的丰厚财力。那虽然他们都觉得很聊得来但却觉得好像没有爱情的火花，于是说好就当朋友。之后，即便呢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会时不时聊天，分享近况，成为蛮好的朋友。有天 ，Simon 突然传给潘尼拉好几张保镖头破血流正在医院的照片，而 Simon 告诉潘尼拉他正在被敌人追杀，他也用非常不好意思的语气询问潘尼拉可不可以借他3万美元周转。潘尼拉说他当时相当的天人交战这是他为了买房存的钱，但朋友有困难，自己难道见死不救吗？最后他决定借钱给他了。但后来的故事就跟第一个故事的塞西莉一样，Simon 也一直跟他借钱，但他却一直收不到款项。而后来 Simon 传了一个转账记录的文件给潘尼拉，但钱一直都没有汇进账户，他才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被骗了。而这个时候，第一个故事的女主角塞西莉和记者透过信用卡的账单资讯查到了 Simon 曾经帮潘尼拉买机票，才联系上潘尼拉，告诉他 Simon 其实是一个骗子。而记者调查之后呢，发现 Simon 的招数真的很惊人。第一步当然是用 Tinder 吸引到对他有兴趣的女生，而他也透过 IG 来经营自己的形象，让人觉得他是个有钱的高级商务人士，常常坐私人飞机到各国洽公和参加派对。而当你在 Tinder 上面跟他配对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约你出来见面，让你真的吃到、看到、体验到他多有钱，让你相信这些都不是假的，甚至还有可能让你尝到一些甜头。而他也知道如何投其所好，他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呢，都会根据你的个人喜好而有所不同。最后，就算他钓到你了，他也不会马上收网 ，Simon 还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持续经营关系，让你对他有越来越高的信任感。而最后，他才会跟你说他被追杀了，急需用钱，要你出借信用卡或者借钱给他。而 Simon 技术高明的地方就在当他拿到信用卡或者现金之后，就会拿来请下一个猎物吃饭开趴飞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让对方相信自己真的非常有钱，建立下一段可以敛财的关系，堪称情感诈骗版的庞氏骗局。
而在这部影片的后半段呢，记者循线查出了这个 Simon 的真实背景，事实上他跟钻石大亨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一个以色列的骗子。而记者查到，其实早在2015年他就曾经诈骗过3位芬兰女子因而入狱，等他出狱之后就想出现在这套惊人的计划。记者认为这种类型的诈骗就算报警了，地方警察也很难处理跨国案件，所以常常无疾而终，而被骗的人只能够自己吞下那笔债。第一个故事的塞西利跟记者讨论之后，决定披露这件事情，让大众舆论压力迫使警方正视这个问题。而2019年2月呢，挪威媒体披露了这件事情之后 ，Simon 的故事变得人尽皆知，而警方也真的动起来了。而在电影的后面还有很精彩的故事2位女主角联手记者和第3位愿意露面的女性一起埋伏 Simon， 让警察抓到他。而至于追捕的过程和 Simon 的下场，这边就不爆雷了。电影的剪辑节奏明快，有点像是谍报片的氛围，蛮推荐大家可以找来看看的。那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呢，我们团队的大家其实还蛮惊讶的，竟然有这种诈骗手法。他用了一些很类似 PUA 的技巧来建立旁人对他的认知，而他营造的形象比很多诈骗的案例都还要更成功、更立体。毕竟他有办法请你吃豪华大餐，拥有私人飞机跟跑车，在你眼前的他呢，也都拿得出钱来付款。尽管这些都是上一个被骗的人的钱但刚认识眼前这个人，大概谁也不会想到真相竟然会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人疑惑说，这些女生是不是特别容易被骗？但我们认为其实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非常有可能会掉进情感诈骗的圈套当中。歹徒通常会看准有情感需求的人下手，特别是身边支持团体比较弱、比较孤独的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让你对他们感觉产生信赖甚至依赖之后呢，再开始收割。而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信任建立起来之后呢，面对我们很在乎的朋友甚至是伴侣遇到难关时，我想真的没有多少人有办法完全抽身不管对方的吧。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来问大家如果你像故事当中的女主角遇到热恋中的伴侣说她因为被追杀所以急需用钱逃亡，而且很快就会还你，你会怎么办呢？无法见死不救，真的会想办法去贷款借给他逃亡，先活下来再说。比如我也没有办法完全不管，但我只会借自己存的钱给对方，我不会去贷款让自己也陷入其中。自己只交往几个月就要跟我借很多钱，不行啊，我真的是拿不出来啦。第一集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Tinder 大骗图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究竟什么是 PUA 以及网络交友软体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